最近不少朋友都在感慨，手里的钱越来越虚。以前买东西还能精打细算，现在同样的钱总感觉买不到什么。这可不是错觉，背后是现金正在不断贬值的残酷现实。今天咱们就掰开了揉碎了，好好聊聊为什么现金会失去价值，以及手里有存款的朋友该如何保住辛苦攒下的财富。老规矩，听前先点赞的人，你会越来越有钱。先从最直观的感受说起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菜市场的青菜、超市的日用品，价格就像坐了火箭，蹭蹭往上涨。根据主计总处的数据，2024年台湾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了 2.18%。可能有人觉得 2% 左右的涨幅不算多，一年下来好像也没差多少。但这就像温水煮青蛙，把时间线拉长，10年、20年，购买力的下降会让你大吃一惊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假设现在1000元新台币能买的东西，按照每年 2.18% 的通胀率，10年后同样的东西可能要花2446元新台币才能买到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我们只是把钱攥在手里或者存在银行，10年后这笔钱能买到的东西直接少了一大半。更要命的是，现在的经济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，这些不确定性正在加速现金贬值的速度。先看看台湾的货币汇率，最近新台币对美元的汇率就像过山车一样，从4月到5月，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从33元一路飙升到30元。不少财经专家还预测，后续可能会进一步升到25至26元。表面上看，新台币升值，感觉手里的钱更值钱了，去国外旅游买进口商品好像更划算了。但实际上，这对台湾的经济来说，可能是一场甜蜜的灾难。台湾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，新台币升值就意味着台湾的产品卖到国外会变得更贵，竞争力大打折扣。像台湾的电子制造业、纺织业等，很多中小企业的毛利率只有 3% 至 4%， 新台币升值 5%， 这些企业就可能直接从盈利变成亏损，甚至面临倒闭。一旦大量企业经营困难，失业率上升，经济活力下降，最终还是会反噬新台币的价值，让它在未来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。再说说台湾的财政状况，这也是影响现金价值的重要因素。2025年台当局的总预算达到了 3.15 万亿新台币，债务总额已经高达 6.4 万亿，平均算下来，每个台湾民众负债 27.2 万元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劳保基金还潜藏着13万亿的财务黑洞。这么大的债务压力，台当局要怎么解决？印钞或者让货币贬值可能是最简单粗暴的办法。一旦大量印钞，市场上的钱变多了，而商品和服务的数量没有相应增加，物价必然会上涨，新台币的购买力自然就下降了。这就好比原本一个蛋糕分给10个人吃，现在突然来了20个人，但蛋糕还是那么大，每个人能分到的自然就少了，钱也是这个道理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把钱存在银行已经不是明智之举。目前台湾银行的存款利率普遍在 1% 左右，而通货膨胀率超过 2%，
这意味着我们把钱存在银行，不仅不会增值，每年还在倒贴钱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答案就是把手里的现金换成更有价值的资产。接下来就和大家详细说说哪些资产值得投资。黄金从古至今一直都是财富的象征，在经济不稳定、货币贬值的时候，黄金的优势就更加凸显。2024年，全球黄金需求创下了历史新高，台湾的黄金市场也跟着热闹起来。从数据上看，台湾 24K 黄金价格在2024年从年初的约63378新台币盎司，涨到了5月的78352新台币盎司，短短几个月涨幅就超过了 21%， 这可比把钱存在银行划算多了。为什么黄金能有这么强的保值增值能力呢？首先，黄金的产量有限，它不像纸币可以无限印刷，全球每年新开采的黄金数量相对稳定，这就保证了它的稀缺性。其次，黄金在全球范围内都被广泛认可，不管在台湾、大陆还是欧美国家，黄金都能换成当地的货币，流动性非常好。而且，当经济危机、战争等重大事件发生时，股票、房产等资产价格可能会大幅下跌，但黄金往往能逆势上涨，成为投资者避险的首选。对于咱们普通台湾民众来说，投资黄金的方式也很丰富。台湾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了多种黄金投资产品，比如纸黄金，它就像买卖股票一样，通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就能随时交易，不用真的把黄金拿在手里，交易非常便捷。还有黄金积存业务，有点像定投基金，每个月固定拿出一笔钱购买黄金，这样可以平摊成本，降低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。不过，投资黄金也不是稳赚不赔的，黄金价格会受到国际局势、美元走势、全球经济状况等多种因素影响。比如，当美国经济数据向好，美元走强时，黄金价格可能会下跌。所以，投资黄金一定要做好长期持有的准备，不要因为短期的价格波动就盲目买卖。除了黄金，指数基金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投资方向。指数基金简单来说，就是以特定的股票指数为标的，通过购买指数成分股来实现资产配置。在台湾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台湾加权指数，它涵盖了台湾证券交易所中规模大、流动性好的股票，基本能反映台湾股市的整体表现。2024年6月，台湾加权指数曾创下23032.3点的历史新高，这背后是台湾经济中众多优秀企业的贡献，像台积电、鸿海精密等行业巨头都是指数的重要成分股。投资指数基金就相当于间接投资了这些优质企业，分享台湾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。和投资单只股票相比，指数基金的风险要小很多，因为它不是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而是分散投资多只股票。就算其中某几只股票表现不好，其他股票也可能拉回整体收益。不过，股市有风险，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。2024年8月5日，台湾加权指数单日下跌 8.4%， 让不少股民损失惨重，指数基金也难以独善其身。
所以，投资指数基金不能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，要做好长期规划，至少持有3-5年，甚至更长时间。在选择指数基金时，还有一个小窍门，就是关注基金的费用率。费用率越低，我们的投资成本就越低，最终到手的收益也就越高。台湾市场上有不少交易所交易基金，他们的费用率普遍较低，而且可以像股票一样在证券交易所交易，交易成本和便捷性都很有优势。说到投资，很多台湾朋友第一反应就是买房。房产一直是台湾民众传统的投资偏好。虽然2024年第4季台湾整体房价环比下降了 6.6%， 高雄和台南等地的跌幅尤其明显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房产就失去了投资价值。关键在于我们要学会区分，什么样的房产才是真正的优质资产。核心地段的优质房产永远是抵御货币贬值的压舱石。以台北市为例，信义区、大安区等区域不仅交通便利，配套设施完善，而且集中了大量的商业资源、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。这些地方的房子，不管市场怎么波动，需求始终旺盛。因为不管是年轻人想在市中心工作生活，还是家长为了孩子的教育，都愿意在这些区域买房。而且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频繁，经济融合不断推进，一些靠近两岸经贸合作区域的房产也可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。不过，投资房产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。首先，房产投资需要大量资金，不像买黄金、基金那么灵活。其次，房产的流动性较差，就算遇到合适的买家，从挂牌到完成交易，可能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。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，购房者一定要更加理性，不要盲目跟风，要仔细研究区域的发展规划、人口流动趋势，评估房产的真实价值。对于有自住需求的家庭来说，购买核心地段的房产，既能满足居住需求，又能实现资产保值增值，是一举两得的选择。除了黄金、指数基金和房产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投资渠道也可以纳入我们的资产配置中。比如人民币存款在台湾近年来增长迅速，部分银行的人民币定存利率超过 3%， 是新台币的2倍多。这对于有一定闲置资金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不过，人民币汇率也存在波动风险，投资前要充分了解外汇市场的走势，做好风险评估。同时，近期人民币定存利率也在下跌，所以仍要综合考虑。另外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一些新兴领域也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机会，比如人工智能、绿色能源等行业，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。在台湾，也有不少企业在这些领域积极布局。不过，这些新兴领域的投资风险相对较高，需要投资者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风险承受能力。如果对这些领域感兴趣，可以通过投资相关的基金，间接参与其中，分散风险。面对现金贬值的危机，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。首先，要从根本上转变观念，不要再把现金当作最安全的资产。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，现金正在不断缩水，只有合理配置资产，才能保住我们的财富。其次，
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制定合适的投资计划。如果风险承受能力较低，可以以黄金和定期存款为主，保证资产的稳定性。如果风险承受能力较强，就可以适当增加指数基金和房产的配置，追求更高的收益。最后，一定要保持学习的态度，密切关注市场动态，经济形势和投资环境瞬息万变。今天还热门的投资产品，明天可能就风光不再。建议大家每天花一点时间看看财经新闻，参加一些投资讲座，和专业的理财顾问多交流。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投资知识和能力，才能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做出正确的决策。朋友们，现金贬值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，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。黄金、指数基金、优质房产等资产，都是我们抵御货币贬值的有力武器。从现在开始，行动起来，合理规划我们的资产，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生活增添一份保障。记住，在经济的浪潮中，只有主动出击、未雨绸缪的人，才能笑到最后，守护好自己的财富。